国产隐身舰载战斗机再次露面，穿上了军装，它离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贤少。在几个月的等待之后，人们终于又见到了全新的 FT-31隐身舰载机的试飞照片。新的照片比起首飞时的旧照，我们能判读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呢？首先，这架 FT-31隐身舰载战斗机已经刷上了全新的灰色块状的低可视迷彩涂装，不再是首飞时只有抗腐蚀涂层的裸色。这说明该机的试飞进展比较顺利，已经达到了某一阶段，也预示着它接近于设计定型。第二，这次的新机照片将尾部细节拍了出来，从图中可以看出 FT-31隐身舰载机使用的发动机比过去的动力装置要长一些，而且发动机的尾喷管也能看见有明显的锯齿状隐身设计。这说明这架舰载版的 FT-31飞机换装了新型的国产发动机，而非首架原型机所用的 R.93 国产发动机。因为进口的动力装置是不可能在尾喷口的后缘处进行锯齿形设计的。至于这款新型的国产发动机是哪个型号，目前还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其最大推力、推动比、油耗以及适合上舰使用的加速性等数据都会优于引进的产品。第三，如果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舰载版的 FT-31在机体舱门的设计和布置方面呢，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优化。左侧是用来连接地面电源和气源的电气接口，右侧则是加油口，它们都布置在机体中部以人齐高的位置上，以便于维修和保障人员的操作。机身右侧的加油口明显降低到了与中国人正常身高相符的位置，这也意味着在航母甲板上为 FT-31隐身舰载战斗机进行加油时，不需要再借助其他设施，能够有效地提升甲板作业的效率。第四，有人发现这张喷绘好了涂装之后的原型机，在机尾上刷上了35001的原型机编号。35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预示着该型机有了军用编号，也就是传言中的歼35战斗机？估计答案不久就会揭晓。那么这架低可视度涂装的 FT-31舰载机的出现，说明了些什么问题？能告诉我们些什么信息呢？它可能预示着我国第一种舰载隐身战斗机的研制项目进展顺利，距离登上国产弹射型航母的时间越来越近了。那么国产的 FT-31或歼35舰载战斗机列装后，能与美国的 F-35C 隐身舰载战斗机抗衡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综合起来看，二者的雷达、航电系统和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应该水平相当。与 F-35C 相比，舰载版的 FT-31它的尺寸要略大一点，但是却更轻一些。尽管 F-35的动力装置非常强劲，但由于其体型臃肿、骨架单薄，最终让优势变成了弱势。与其他战斗机相比，肥电战斗机的全机推动比并不高，一载荷却超标，致使该机的飞行速度、航程、留空时间、机动性等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。按照四代机的 4S 战绩指标来衡量， F-35只能满足隐身和超级态势感知能力这两条要求，根本就无法实现超音速巡航，也不具备超机动飞行能力。该机甚至在最大使用过载、最大平飞速度以及高机动性能等方面都比不过三代机。有媒体爆料说，海军舰载型的 F-35C 可用过载只有 7.5 个 G， 这连二代机都不如。只要我国的 FT-31舰载战斗机的动力装置能够到位，发动机的总推力达到或接近 F-35C 的水平，那么借助于该机更低的一载荷、更轻的结构重量、更小的气动阻力， FT-31舰载版在飞行性能方面，比如航程、最大半径、最大平飞速度、加速性、载重能力等方面，
很可能都要略优于美国的 F-35C。当然，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与美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，因此在先进的航空动力技术方面，我们仍需奋力追赶。好消息是，中国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发出了或者正在试制几款适配于 FCA-31的中等推力的发动机。在不远的将来，国产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、最大推力、油耗等指标都有可能追上 F-35目前所用的 F-135国产发动机。到那时 ，FCA-31在飞行性能方面又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，其优势也将更为明显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